辽宁思齐老板，女嘉宾小刘，26岁，同样来自辽宁思齐老板。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们俩这结婚没几个月，快半年了。谁要来的？我要来的。他这个人就是一碰上点什么事儿啊，然后就叨叨叨没完没了的，然后特别爱跟我俩讲大道理。不是谈了6年的恋爱吗？啊。结婚才几个月就这样了？我们俩是校园恋爱嘛，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倒还没觉得这事儿就是有什么问题。就是结完婚之后，尤其是我们现在又有事业，然后家庭什么的，就是事儿比较多，我就有点就发现这事儿有点受不了他了。这上面都写的是思齐老板，是同一家企业共同创业，还是各干各的呀？我们是同一家企业。其实我给你讲道理，主要就是，还是说咱们之间在一起，有一些道理真的是需要讲出来的那种。比如说，就是前几天的时候，然后那个我出去办事儿嘛，跑了一天。然后最后一个环节是他们跟我要一个密码，我不知道，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结果打了20多个电话，他都没接，那事儿就没办成。我那天还没带雨伞，那天还下雨了，我就相当于挨浇了嘛。我回去之后，我就是想让他安慰安慰我呀什么的，结果我一进门哈，他就开始就这是跟我叨叨没完没了。你这么讲的话，我也是怕大家误会。因为头一天我们没误会，你说吧。因为头一天我是那个一天也没睡嘛，然后等到第2天的时候，上午没有得到休息。我们是经常加班的。到下午的时候，我说这个事儿挺重要的哈，你也大概熟悉，这样你去。重要的哈。哎，他去了之后，我是那个睡觉的，他一进来就听他一直在跟我吵吵啊，就说你的手机怎么20个电话就接不到呢？我其实手机是摆设吗？其实我听他这样一讲，我当时我就在想哈，也许是他在路上碰到了什么困难，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哈是成年人了，你出去了之后，你去办什么事情哈，你知道吧？咱们不要说碰到一点点问题，立刻就火了，是不是？你火了，肯定是因为你当时心里头实在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件问题了。哥们儿，你学什么的？你告诉我。本科吗？我是学摄影的。本科学摄影的，你还读过研是吗？读研的是我老婆。不是，他没上研究生，他为什么会问那样的问题？你是说本科吗？好像你上了研究生一样。嘚瑟得很，你知道吗？哎呀，但是那天的事情，我一听他讲，我当时真的，我心里很焦急哈。其实咱们不是说每一天心情不好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哎呀亲亲搂搂抱抱啊，然后咱们这件事情就结束了。那么你换一天，你再去这件事情上，你是不是你心情又是很不好？那你就不能安慰几句吗？我也是个小女生。你还是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发火。你知道给他对，你可以讲一下你那天为什么发脾气。就是因为我那天我跑了一天，我挺累的呀。你还带巧的。我回来我又让雨给浇了，我就本以为我进门之后，然后他能安慰安慰我，我又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其实我就是想进门能让他安慰安慰我，是吧？然后那个哪怕给我倒杯热水，拿个毛巾也行啊。结果上来就开始啊，那个你得怎么，我嫁个教导处主任啊我。安慰你是可以的。但是在那天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不把当时那个道理讲清楚的话，我呸！你讲什么道理？你用3句话把道理给我讲清楚。讲。就是第一句一定要冷静。第2句，你这样问我的话哈，我还得傻不拉几的，讲什么讲啊？明明就是你没道理嘛，自己捏着密码，人家办事给你打20多个电话，你不接电话，你有什么理啊？不就加了夜班吗？第2天就不工作了，你加什么班啊？企业有你这么管的吗？一个做老板的人，当天加班1宿，第2天就不上班了。那别的企业不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休息吗？你们倒过来，你一点工作的头脑都没，还给你讲道理。他不光就是你也讨厌。还有什么事儿会给你讲道理？然后他老说我脾气大。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会失控的那种。有次把我酒倒了，就是把你酒倒了。对，把我的酒倒了。什么酒啊？朋友送来的10斤特别好的酒啊。这个酒，然后我还跟好多朋友我讲哈，哎，这次这个酒应该是很不错，就是邀很多朋友都来的那种。我无缘无故倒的酒吗？当然不会了。对呀，你说你为什么把我酒倒了？挺好了，就是之前有一次他也是晚上出去跟朋友喝酒，然后给我打个电话说那个我晚点回来，你先睡。我说行，然后我就没等他。我第2天早晨6点起来，人还没回来呢。我打了一个电话，
在中心医院抢救了1宿，当时给我吓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抢救？因为他就是喝到胃吐血，本身他胃就不太好，然后又打止血酶，然后又住院。拼酒或者说是劝酒劝到不行啊那种，确实是心情好多喝一点点，之后咱们控制这个量哈，然后有事儿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好好商量。你说你把这个酒倒了，本身有没有喝酒喝住院？这是不是这个确实是有。住院没住院？有一次是差点喝死了吗？对你讲这个，问你呢？对。当时都吓死我了。还想喝呀？是可以喝一点点的。然后你说你把酒倒了，我跟那些朋友我也讲了，你说让他们来了我怎么讲，对不对？我是跟他们说，我说让我爱人给倒了，这样你说好吗？那之前你不说吗？你说那你要是不让我喝酒的话，那就给倒了呗。那我就给倒了呗。就是咱们有什么事情哈，都是好好沟通。如果要是说酒就是真的不能喝的话，那你说那些酒厂还开着干什么，对不对？酒厂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大家心情很好的时候在一起喝点酒，沟通感情，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反正是要把自己往死里喝，对不对？我是控制量。控制量为什么喝进医院了？在那之后我就没有在那个喝多的时候，我们朋友在一起都感情很好。你别给我提那些狐朋狗友，一提我就来气。那个他们总是愿意一起玩嘛，然后在一起聚什么的，这个我不反对。然后我那个就说，要不你们就出去那个聚嘛。然后他们就说那个还是在家里边吃的好一点，然后随便点。我说那就来吧。然后有一天晚上就10个人啊去我们那儿，喝完酒之后，人家老哥几个潇洒完了就回家了呗。然后他找个地方就是尿不悄一睡，一屋一地酒瓶子，左一个碗右一个碟，然后碗筷一堆一堆的，完屋里边全是味儿，他也不帮我收拾。你说我还能愿意让你们喝吗？然后还去我们那儿。其实收拾屋子这件事就是谁看着了谁收拾一下。我晚上喝完酒了之后感觉是想睡觉哈。你说你收拾，其实碗筷都一般是我刷。你要是感觉有什么气味，你就先收拾一点儿，等我醒了之后咱们再一起收拾，对不对？你不要因为说你已经收拾了，然后你再为了这个事儿再跟我吵一下，你说这样合适吗？对不对？其实咱们之间，你不要说是总觉得咱们吵一吵无所谓的那种。其实我跟你讲过好多遍，我说我们不要吵了。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静下来，好好的讲一讲？但是我就觉得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认真跟我讲的这种？其实你真的觉得我们这么吵就没有问题吗？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伤害吗？主持人，我跟你讲，有一次就吃饭这么点儿的小事儿，我们甚至吵到，我跟你说，最后差伤害太大了，聊到离婚的那种。就是有一天中午到了那个吃饭点儿，我公司有一些事情嘛，突然间打过来一个电话，然后也很忙的那种，我就需要打几个电话去回复。等我忙完之后，我一推门一进去，这个姐妹儿就很生气了，就这么瞪着我，怎么哄也哄不好。那还不是因为我那段时间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就是血压特别低，然后还总低血糖，然后我等了他3个多小时，我就有点要晕了。然后我还提醒了他2次，我说要不我们出去吃点东西。你说我不是不哄你的进去了之后我也是，就是你以往也告诉我，哎，你这么一哄我不就好了吗？那么我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哄的，我说抱一抱，咱们出去吃好吃好不好？结果一支棱把我手机都摔了。你说你为什么？我都生气了，然后你一抱我就好了。那这也不正常对吧？我不得显示一下我还生气呢吗？这一路我就一直在哄你，对不对？咱们哄了一道，我所有什么乖乖亲亲爱爱我全讲了，可是你跟我甩出了一句什么话？你说以后咱们这个饭就是各吃各的。那这话是不是你之前说过？我当时真的是为了你好，然后你这样讲。主持人，当时吃完饭之后他就结了账走了，留下我当时我真的是，我难过，而且我很伤心。你矫情你！他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饭店，然后自己走了。我这个时间我不能立刻说我就走了，我回公司，因为那个事儿会让大家觉得，哎呀，发生什么大事了，会不会让大家很紧张的这种。你太把你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位看高了我在外面这一下午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就是真的就不要吵了，不要像你说的那种小吵小闹无所谓的。你这么讲，而且你当时讲的那种情况，真的是伤害了我。然后你怎么受得了他这么嘚？我跟你说，我就这一会儿我都快，我真的主持人，你可以听我讲吧。等到你别说，等到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我说
我说那个晚上可能你也到吃饭点了，我真的有事想跟你聊一聊。你出来，我在哪个饭店？那个饭店离我们公司就是10分钟的路。我吃了一个人哈40分钟的饭，我等他，但是我没有等到。那天不是有情况，后来不也跟你说了吗？主持人是这样，那天吧，就是我婆婆去了，然后特别兴奋，给我俩拿了好多吃的，然后一进门就跟我说，哎，你看我给你做这个，然后我给你做那个，你赶紧把这个赶紧怎么存起来。你说我总不能说啊，他前脚刚进来，我会点说妈，我事儿我先走了啊。这好像我觉得老人家挺兴奋的是吧？那你这种情况下，你重要的是什么呀？你这个时候你的情商呢？你的智商呢？我得把你是不是应该赶紧说，哎，我有事着急出去一趟？而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一个人，我正常10分钟就能把饭吃完啊，10分钟的路，我40分钟没有见到他。我进门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真的应该聊一聊。我说我们哈，哎呀，我们不要吵了。你有什么事情哈？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就是，哎呀，真的就是很难过，很伤心，很生气。你跟我讲是不是？不要说哎，因为我这个时候我饿了，我跟我身边最亲近的人我发泄一下，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伤害吗？那天我还讲，我说如果咱们就是接下来这一辈子，那天可真漫长就是这样哈。那天什么时候结束闹的话？那天什么时候结束的？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就很重要。我说我们要是真的就是这样，一直吵闹的话，我们把结婚证换成离婚证，你说好不好？然后挺好的。我就怒了，你凭什么要跟我离婚啊？我的意思是，我想给你讲一个严重的后果。我主要是想跟你讲啊，咱们不要吵了。打结婚那天我就是想跟你说咱们不要吵了，而且之后我是不是有跟你讲，我说这句话确实是我说错了。我问你，咱俩结婚那天我怎么跟你说的？我是不是说咱俩这辈子只有丧偶没有离异？然后你也认可这句话，然后那天你回来是吧？我觉得这事儿根本就没多大的事儿。然后他回来之后就跟我说，咱俩把本换了吧。你知道我当时我什么心情？到后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哈跟我纠结，就说啊离婚什么的问题。那不你说的吗？我说离婚，你想聊这个问题 OK 呀，可以的呀。没问题，对不对？然后他就气死我了都。你就一直跟我聊这样的问题。那不你先说的吗？其实这个话题我提了一下，但是我跟你讲了，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聊这个，我不是想跟你聊离婚啊或者怎么着，还是你说的吗？就是想跟你讲，咱们不要吵了。我已经反复强调了，我不想离婚，我是挽留的。我珍惜这段感情。那你还可是你说什么？你一直强调说啊离婚怎么样的那种。我说可以，咱们就聊离婚。你潜意识里要是没有这个词儿的话，根本说不出来。我只是提了一下，而你一直强调，如果你早就已经想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再挽留已经没有意义了，你说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不提这事儿？为什么我说不出来这个词儿？因为你把他逼急了，所以他才就是在气头上。我没说。我讲一句，你就立刻就要一直顶下去的这种。你说完没？气死我了！怎么过的呀？这6年，你就跟这么一谈了6年啊？就是你们俩其实主持人这件事情我可以讲。哎，我不想听啊。是这样的。这你别说话了。其实，行了，我弄不了，交给你们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啊。你可别招他说话啊！你是不是碰到任何事情，如果不讲大道理，你会很难受？道理是应该。你招他说话你。道理的话是应该讲清楚的啊，讲清楚，不能什么事情都不讲理。不好意思，我惹你了，是我不好，应该问问题，我就自圆其说，我说给你妻子听，真的，这一点我感觉他认为他都懂道理，其实他不懂道理。道理当中说，如果和妻子讲道理，那是不想过，这个道理他不明白。我们也感觉到你真的难以忍受，所以有一些事情你做的确实也失去理智。就像家里的酒，你反感他喝酒，把10多斤酒全部倒掉了。如果是一般的正常的夫妻关系，我要谴责你，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我理解你。我主要是怕他生气。我知道，生活当中有时候讲的是情理，并不是道理。你在婚姻关系当中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你感觉妻子真受得了吗？肯定受不了。所以最后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不用回答我。你以后和妻子之间，哪怕碰到了这一些事情，你看到了有话说的时候，
能不能换一种方式？我们中国人说，有时候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你用丈夫的温情、温柔、温暖去体贴他，可能效果比你讲这么多话作用大得多，好不好？我说完了，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刚才你们的对话，我其实提了一个问题，但是你误解了。当时你的妻子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就是下雨天，然后给你打20电话你不回，然后结果那件事没办成，回来那会儿，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但是你这就跟他讲啊，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着急，你应该怎么着，说了半天我都没听见说你问一句老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对不对？当一件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应该是了解情况，对不对？而先不是说你不要生气，怎么一套，所以这就是你不在理哦。你以为你讲理的人你就占理吗？夫妻之间，尤其是过日子，很多的事儿真是那么谁对谁错吗？你就用大套的理论去欺负这个女孩，她比你小啊。要说学历比你高，人家学道理的事儿比你要厉害，对不对？干嘛在生活当中也装着那么到处都是你对呢？为什么你就是他的导师呢？你是不是在生活当中老扮演这种角色？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我都了解，那你为什么还要做错？关煤气罐的事儿也一样啊，明明是你犯错在先，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挑他的理儿？啊，你应该先去关煤气罐，再来告诉我，谁说有这个道理？不让你长一回教训，下回会出大事儿的。所以啊，我一个建议，如果你可以的话，离开他的公司，自己去找一份工作，把工作生活分开，你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讲理，什么时候不该讲理。就这样。谢谢曲丽，谢谢。谢谢老师。来，涂老师。女人是形式思维的典范，辩证逻辑的障碍。我无意摧残女人，也不想被女人摧残，所以我通常跟我太太从来不讲道理，因为女人就是不讲道理的动物。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逻辑，因果逻辑。当一个人不愿意跟你讲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逻辑就是不跟他讲道理，这才是真正的道理，明不明白？我们会发现女人的思维经常是靠感性思维，直觉，而且直觉尤其的准。但是男人总是喜欢用理性思维左推理右推理，当你推理了半天的时候，女人早就给你得出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跟女人是不能讲道理的。其实女人要的不是讲道理，女人要的是一种感同身受。所以女人经常把大事儿掰成小事儿跟你嚼，男人总是喜欢把小事儿上升为大道理跟你辩。你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女人做好了一桌饭菜的时候，男人总会挑三拣四，说哎呀这个色有问题，香有问题，花椒又放错了等等。这个时候女人通常只会来一句吃不吃，不吃滚一边去。女人是不需要讲道理的，所以女人其实要的是一种感同身受，女人要的是理解，男人希望的是认可。所以我就原来经常说一句话，我说女人靠的是直觉和嗅觉，男人总以为他们不知不觉，等到女人伤心欲绝，男人们才后知后觉。所以如果你接受了生活当中的一些道理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跟女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能用逻辑思维的方式，她说什么你就去感受她的感受就可以了。但是当一个男人频繁的在讲道理的时候，第一表现出自己很自卑，所以要用所谓花式的道理去跟对方诡辩，但诡辩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第二，显得自己高高在上，像个伪君子。就像刚才主持人问你说你学什么的，你明明没有读研究生，你还假模假式问一个你是说本科吗？所以很显然，其实在你们共同创业的过程当中，在学历上你是自卑的，但是你在工作的岗位上时时刻刻要表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在家里面时时刻刻要扮演导师的角色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卑。但其实自己的女人比自己强，应该是自己的一种骄傲才对。所以以后当她向你提出一些质疑和疑问的时候，学会闭嘴，用温柔的眼光看着她，
只说一句话，亲爱的，我能做点什么吗？就可以了。闭嘴，是你作为丈夫最大的责任。就这样。我是第一次觉得，就是一个人说话能把你能说死。后来我冷静下来以后，我知道为什么那么烦了。因为我在他的每一段言语里面听到的都是我没有听到一句你，因为到你的时候都是错，到我的时候都是对，合适吗？行了，姑娘，就嫁给这么一个人了，你就认了吧，你可别把他放出去，祸害其他的人啊！我们一起进入黄金60秒。在讲道理这件事情上，也许是我有问题，我不应该总是喋喋不休地讲这样的道理。但是，生活中很多道理其实还是应该说出来的，也不能什么事情都是完全的没有理。我们在一起，有些道理我会换一种方式来说，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再吵了。如果真的就是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要无休止的吵下去的话，而且你认为那是一种乐趣的话，我觉得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信心了。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是希望你能多关爱我一些，然后多宠着我一些，然后多哄哄我。我不太喜欢听你跟我说那些，我就是想让你多哄一哄我，就是对我像小女孩那样。行了，回吧，两位，谢谢。哎，你要觉得我们说的没道理，就别出来啊！来，请关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因为太自私了，只有一个极端自私的人才会这么去跟别人说道理，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反过来去想，在这段情感当中，或者在这段关系当中，我到底哪儿错了？因此他才自信满满的会告诉你说，生活是需要讲道理的，我们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一会儿来看结果，请开门。别动啊！还不赶快奔跑！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我也有无理取闹的时候。我觉得老师们说的对，我会改的。谢谢。别着急啊，我这还有条口播，好吗？本节目礼品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伊贝诗药保湿伊贝诗防晒霜特别提供的。来吧，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各位请见证。我爱你。我们已经相伴了6年，在这6年中，你教会了我很多。别讲道理了，赶快亲上吧。那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小公主？你当然是我的小公主。那以后我要是乱发脾气，你就抱抱嘛。其实你哄的那些招都好用，就是你再多挺那一会儿就行了。好的。我不能说太多啊。要闭嘴点头就可以了。好的。来吧。谢谢老师。拿走吧。啊。谢谢。以后别那么自私了，活得那么自私多累。别把我们的花瓣带走啊！那个脖子上还有一块。回去吧。回吧。谢谢老师。